波澜壮阔的 K 线本身不会告诉你市场走向，而几乎所有专业交易员都在使用一个预测方法，我发现却很少有人分享出来。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交易走起。市场就像潮水，时涨时落，人们都想要在潮落时下海时虾蟹贝壳，在涨潮时收网。而这个退潮点和涨潮点就是我们所说的回调跟拉升。下手太晚呢没有收获，而收手太晚则会被海水淹没。交易者反复观察着海浪，期望能从中找到规律。但潮汐规律并不在海浪本身，而在于遥远的月球引力，市场也是如此。今天我们分享的是 Z-score， 也叫标准分数，它是一个数与平均数的差再除以标准差的过程。自然界当中很多事物都遵循一个规律，居中稳定态概率大，边缘概率小，就像成年人的身高大多在150到180的这个范围，身高100到200的人就非常少了。我们来透析股神巴菲特真正核心的秘密，在统计学上有一个标准化思想。举个例子，中国姓白的胖子体重200斤，而美国姓怀特的胖子体重300斤。如果单纯的问体重谁重的话，很显然300要大于200，也就是怀特要更重于姓白的胖子。在这里我插播一下，观看我视频的观众老爷，我在这里呢只是举这样一个例子，我本身对胖子或者瘦子没有任何的偏见，一点都不会有。那我们再来说到，如果比起重量的话，我们都知道怀特明显要重于白，但是呢，我们如果要去问白胖子和怀特胖子谁比较胖，就单论胖这一个点，那我们就是知道已经是不能够直接比体重了，肯定是要看具体的形态。那这里呢可能会有人想到平均数，这里就需要统计里可以排得上交易的标准差出场，它表示数据的离散程度，而在金融当中呢多来表示波动。这个统计量可以用来标准化度量，就跟高斯分布一样，被称为正态分布类似，不然的话都是变态。我们可以来玩一个游戏 3D 的高尔顿模板机，这里是翻译的问题啊，实际上就是高斯分布了。我们这边的话选取到100颗小球的数量，然后去进行到模拟，其实有关于速率、速度啊、行数的话没有太多影响。你会发现小球基本上落在中间的位置，那可不可以用这一套来套在我们的加密货币行情当中呢？交易市场在非极端行情里也是会服从正态的分布规律，任何币种在通常行情下，下一时刻的价格大概率是和当前价格差不多的，价格偏差越多的概率就越小。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另外一个规律，如果短时间之内价格偏差非常多，那么它回归正常的价格概率就会越来越大。就像突然暴涨的币，价格大多数会迅速回落，突然暴跌的币大多数也能迅速回归正常。Z-score 就是运用这个原理，过滤出正确的回调点位上车，抓住不正常的拉升顶分出货。我们打开 Trending Video 查看比特币的价格，在指标方向上搜索一下 Z-score， 请在搜索的指标当中选择 Steve 这个我们打过星号的，那请注意搜索，它后面会有 EP 的标识，那这里我们对应的添加进去。在这里花1分钟给大家讲解使用的方法，随后我们立刻进入永续合约交易，给大家验证一下这个方法到底灵不灵。右侧纵坐标标识出 Z-score 区间范围，绿色的话是正负1区间，黄色的话是正负2，红色的话是正负3。1、2、3数字分别代表价格偏离前一段时间周期标准价格的范围多少，数字的绝对值越大，偏离的就越多，我们的交易方式也就会更加简单。理论来说的话，就是在负点位进行买入，正点位的话卖出。怎么理解呢？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，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鼠标所指到的这一个方向，我们在这一个负2到负3点位买入，你会发现它其实已经超出负3了，已经快逼近于负4了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在这里进行到一个做多的机会，买入做多的机会，很明显它是有一波上升这一个区间的。所以呢，根据这张图表我们一一对照起来啊，你会发现它上升的最高点的话，基本上也靠近到了就正2到正3的点位，所以呢，它是一个很好的卖出点位。仅从这一点吃到一个短期的收益，收益是非常可观的。结合我们刚刚通过游戏给大家证实的这个问题啊，基本上会落在中间的这个范围。那我们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，你会看得更加清楚。那注意一下，我们选取的都不是极端点啊，都不是这一个分值的极端点，我们只取中间的部分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们来到这一个中间，如果在这里，虽然它没有突破2到3，不是一个非常值得买入的机会，就是做空的机会，但是呢，它其实还是有点冒尖的。那我们比方说在这里呢进行到一个做空，你会发现它其实很快就进行下跌，然后大概跌到这个位置为止，然后在这里呢也是有一波不错的短期收益。请注意，我这里的时间线呢都是1分钟哦，
时间线很短啊，吃短期收益的话，基本上都是开设仓位的话，很快就可以平仓。很多观众也听到这里，好像感觉这个指数非常厉害，只通过看这张图表的话，就可以吃到很多次短期的收益。那这个短期收益的话，就真的这么稳妥吗？或者说，我们真的能称之为它是一个必胜的指数吗？实际不然。我刚刚说了，我的时间线是1分钟，如果我们帮它调成1个小时，你会发现它这张图表的话，其实跟我们之前看到的图表不太相似。不太相似的一点在哪里呢？你会发现它只有半山峰。那我们再看到之前的话，这个我们可以称之为算是一个山峰，因为它有对立两面。我们取中间的话，如果去进行到一个做空，然后也是能够吃到一定的收益的。但是很多图表它只是显示半山峰的话，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入场机会。尽管我们站在上帝的视角下，在这里呢进行做空也是能够吃到收益，因为现在比特币已经跌至111000左右。今晚的话，不知道还要跌到多少为止。我们再看像这一个横向的图表，那很多观众其实有注意到，我们刚刚也给大家就是忘记解说了。大家在这里可以看到，这边的话是处于3以下的区间的话是 0.9998， 那也就是 99.8%， 处于-3的话是 0.0013， 也就是 13%。最大概率范围啊，实际上还是在-1到1这个区间的。那么它占比的话应该是 69% 左右。接下来我们转移到 OKX 的虚拟交易啊，那请注意我们用的是虚拟交易，不要用自己实盘交易来进行操作啊。然后这里呢，我们是选择到 SOL 和 USDT 的交易对，请在这里呢注意一下我选择到的。那么另外呢，我的时间线是1分钟，再次注意一下。那大家其实比较赶巧吧，说明我做视频应该是比较赶巧。你会发现它这个区间刚好是落在了正2到正3，它是一个很好的做空机会。那我这边的话，直接进行到做空的操作。即便是模拟交易，我们也要保证好自己良好的习惯啊，在仓位模式当中选择逐仓，全仓的话会亏损掉你所有的本金。如果一旦你爆仓的情况下，然后这里呢杠杆合理的杠杆使用，注意一下杠杆才是杀手锏，它可能成为杀死你的武器，也可能成为让你暴富的武器，请一定要合理运用杠杆。我们一般推荐稳定币，像 BTC、ETH 这两大币种都是不推荐高杠杆的，其他的话大家视情况而定。然后这边呢，选择好具体的数量进行到卖出做空开设仓位，大家要时刻盯着这一张图表，因为呢，其实我说的直白一点啊，我们不能完全按照这张图表，为什么呢？你怎么知道我们现在做的这个点，它一定是山峰的中间呢？就是在中部的位置呢？那它很有可能还会有一波上升的趋势，那怎么办？很多观众又要说，那你不是在讲废话吗？其实没有，你仔细想一下，我们什么时候做交易能做到最高点最高点卖出，最低点买入呢？怎么可能呢？你做得到吗？做不到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吃的应该是区间范围内的收益，而并不是我们要在这个最高点一定要开设到仓位。如果没有在最高点开设仓位，就吃不到收益一样。所以呢，你要注意我们的用词。我也在学习的阶段，我没有办法保证我的用词一定是科学准确的，但是我觉得我的表达的意思应该是小白都能够听得懂的，不然的话我自己都不懂，我干嘛还要讲解给你？所以呢，我们不要把过多的目光注意在什么是高点，我们应该在什么时候开始进行到开始仓位。然后呢，一般结合牛市当下，我们也一般不建议大家去做空啦。还是以做多为主，做空的话，其实只能说，如果你想短期收益明显一点的话，那你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做空。像其实今天的话，有一些凌晨比特币有一些回调，那回调的原因给大家解释一下，在这里我们也给大家插播一下。那这个知识的话，都是我在网络上去翻到的，因为今天凌晨的话，有一个巨鲸抛售的比特币，大概是砸了25000颗的比特币，获利25亿。导致比特币一度从114000跌到11万的关口。那以太坊呢，是因为什么情况涨得这么慢？不过它现在也有回落的表现。在今晨的时候，以太坊涨得比较猛的原因，是因为大量的链上数据显示比特币全部换仓成为了以太坊，就是把比特币卖了换以太坊。所以呢，这阵子以太币对比特币的汇率对呢，也在持续的走强当中，大家其实可以观察得到。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大神策略，并且我们的交易指标平台呢也进行了大更新，请保持每日的签到以及新手祝福区的任务，
这些经验值的话，都将很快为大家带来空头效应，而且不是一次性的。只要我们的量化策略一直在跑，就会一直有空头，把平台量化的收益转化为 token 空投给大家，请大家拭目以待。更新的 SYP 系统的话，也抓紧时间去申请注册。注册的话是需要使用到我们的注册链接的。那仅需要完成简单的任务，输入我们交易所的用 ID， 即可以获得对应的会员权益，解锁我们平台所有你能看到的指标功能。如果您是刚入圈的新人，可以使用我们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。OKX 交易所最强新人福利，数字盲盒手续费减免。币安全球第一交易所，我们的注册链接也可以享受全网最高手续费减免。XT 交易所，全网合约最高返现比例 20%， 现货 49%， 以及我们协同币安、OKX 和 XT 交易所进行的独家签约的跟单交易，利用手上闲置资金进行跟单，可以让自己的利益增长最大化。以下是如何在合约跟单当中找到我们这一个平台。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，非常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，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。另外注意一下，它这里好像是在往下走大家可以留意一下。那我们开始仓位的话，就给大家玩一下呢。我们拜拜。